NA 通天晓的一个新的重涂版本，这回的这个重涂厉害了，它里边是有参磷的，所以它的整个一个马甲会有一个夜光的效果。所谓夜光效果，也就是磷的那个特殊性吧。小时候这些玩具很多的，白天吸光，到了暗的地方就放光。盒子的一个形式，包括里边的一个布局，大概都是这样。基于古早的通天晓吧，其实最早登场的时候是一个相当于 OVA 的这么一个番外吧。小的时候会觉得，动画片里边怎么突然出来一个通天晓，很陌生。但是因为小时候咱们这边也没播过啊，后来其实是有一集动画就叫《大都市发动篇》，所以通天晓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和守护神猛大帅这个时候同时登场的，名字叫做光耀指挥官。那这个东西就厉害了，这个外包装我终于把它盘出来了。C69 这是一个 G1 古早的限定的复刻版的一个限定吧，盒子的形式其实 NA 就是仿照这个做出来的，而里边的内容以及配色呢也是仿照这个方案。这个其实当时翻译叫做闪耀通天晓啊，据说呢这个还是什么博物馆20周年的一个限定产品，特别的稀有，现在市面上边都很难找得到。所以 NA 能把这个通天晓的模具想着法的重涂找到了这么一个配色方案，也挺不容易，挺厉害的吧。纸品方面，一份线稿图的说明书，只是还是比较详细的。配件的内容：大枪、尖头的导弹、替换手型，还有擎天柱手里握的这个大枪。其实通体来说很漂亮，里边的一些内构刻画通过这个黄色的透明零件能隐隐约约的看出来，这个是曾经官方原版的 G1 模具，也就是说限定的这么一个配色的一个版本了。最后它合体完的样子就这样。而整体来看的效果呢，当然 NA 的这个美型度是照着后来的G1动画这么去修正的，但其他的方面的一些配色，包括贴纸的一些细节描写也是差不多的，感觉挺像的。来，我们把马甲拆开，这回的一条腿会明显比之前的版本重一点点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厚实的合金件，原版那个我真的不记得有，好像拿起来的手感比这个要轻一些吧。感觉这个金色的合金件应该是在这一款限定版里边新加的。马甲的脖子下方这里啊，也有一块大的合金件，很有分量，所以脚踝和脖子下方的这两块应该是在这个限定的配色里边新加的。这个模具啊，就是通天晓的带的那个车头，所以它和擎天柱的模具变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。但是这颗脑袋是用 G1 玩具擎天柱的那颗头，这就对了。因为毕竟这一款黄色的一个限定配色的通天晓，它是 G1 复刻那时候出的限定，用这个 G1 玩具的头雕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做得很对，样子还是非常相似的啊。包括头雕的一个款式跟原版老 G1 的很像，手臂上面的这些花纹印刷，这个当然是贴纸了，老早玩具是贴纸。膝盖的一个涂装样式，这个不太一样，跟 G1 玩具的那个款式有不同。脚底的这个很像，但是灯的位置不一样。因为是 G1 的模具啊，所以呢，它的那个车灯的位置是一个圆的，而且整体来说的一个黄色的涂漆，其实胸板还和后边胳膊有一些色差。G1 的老玩具胸板的这一块是一个合金件嘛，所以涂完了油漆以后，跟塑料原色肯定是有一定的差距的。NA 的这个目前看起来就没有什么色差了，很漂亮，包括黑色后边的拖挂部分，轮毂有银色的涂装处理。主要的这个配色方案也是差不多的。那这样 NA 的问题就出来了。
NA 的这个无论是擎天柱还是通天晓的这个模具啊，当时咱们玩原版配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车厢有一点小了。第一个是有一点短，第二个它的宽度也有一点窄，就导致了 NA 的小车其实装不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如果装的话，只能装大黄蜂、大汉这样的迷你小车。所谓的咱们像就是横炮啦、爵士啦，还有什么蓝霹雳这样的级别的车啊，这个地方是塞不进去的，这个就有点尴尬。所以我觉得啊，这个马甲应该车厢再大一号的尺寸，车型就更像了。但问题又出现，如果这个做大一号的话，那么穿到人形身上的时候，尺寸就又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设计很尴尬的。接着是这一块的空间，我觉得偏长了，这个再缩窄一点点，可能效果会更好吧。不过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最初设计的原版模具时候的一个问题了，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。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这一回装上车厢以后的这个重涂方案的效果，可以说也是跟官方 G1 的这个复刻限定版很接近的一个配色，非常的漂亮。透明的一个后边的拖挂的部位，车厢吧，我们可以把它当车厢啊。然后一个柠檬黄的车头，当然我现在是没有装前边的那个炮的配件啊，我们就大体看一下，缺了一个汽车人的标志，这个第三方的没有办法了。但总体来说，这一回的这个配色方案能让 NA 找出来这么一个限定的 G1 复刻的一个配色，也是挺不容易的。但这一次呢，它不光是一个重涂，首先透明的材料是全夜光的，吸光了以后，在暗处的效果会非常的漂亮。镜头光源捕捉其实并不好，就是它的夜光效果了。整体来看的话，这就是磷的效果，荧光其实挺瘆人的。我小时候其实挺怕这种光的，因为我听老人们说啊，这种磷是人的骨头里边会散发出来，尤其小时候听说在坟地里边经常出现鬼火的颜色，其实就是这个，就是磷的颜色啊。所以呢，这种夜光的效果感觉是一种挺棒的噱头吧。第二个，在一些细节的位置，这一块脚踝后边，还有就是脖子下方的这一根连接的杆子，换成了金色，非常漂亮的电镀金色的合金件啊。这个第一个在配重方面增加了质感，第二个把玩的时候也不容易裂掉，第三个这种电镀的零件看起来还挺漂亮的，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。那么这一款 NA 限定的黄色的闪耀通天晓大概就是这样了。